I can't find a way. Where should I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的频道。之前几期我给大家介绍了渔夫堡和布达皇宫的景点，因为这个景点是每个游客来布达佩斯必游的地方，而且因为这两个景点都是连在一起，所以大家在这个景点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但这里除了渔夫堡和马加什教堂，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游玩，只是因为有时候大家游玩的时间比较有限，甚至说都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些景点可以去，而且就在我们脚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准备带大家去看看渔夫堡几个大家不知道的景点。首先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期视频所要逛的地方。之前的视频其实把整个景点已经逛了2/3，其实还剩下景点北边的这一部分。这里也是被很多游客忽略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名气实在跟渔夫堡无法相比，所以我们这期景点攻略也准备带大家把整个渔夫堡全部逛完。也所以我们的行程起点同样还是从马加什教堂这里开始。我们从马加什教堂出来之后，如果往南走，则是往布达皇宫的方向。这次我们将往北走。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在这个鼠疫纪念柱后边的这一座建筑。这里是匈牙利原财政部所在地。这座财政部大楼是在1901年所建造的，而在1446年的时候，这里其实是一些平房。而在1686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布达后，这里被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成员所占领。一直到了1867年，这里变为国家资产之后，财政部才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并且在1901年在这里建立了新的财政部大楼。二战中这里遭到严重的损毁，之后在1950年修复。后来在1992年开始，这里成为了匈牙利文化基金会所在地。而在文化基金会旁边的这座建筑，在大约13世纪50年代左右，因为当时蒙古人的撤退，国王贝拉四世为了感谢神明，而在这个地方建起了多米尼加修道院。一直到了土耳其人入侵并占领布达后，这座修道院在战争中被毁坏，而土耳其人占领后并没有拆除修道院，而是把这里改成了清真寺，用来供奉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将领和大维齐尔 Mustafa Pasha。 但是在1686年的布达围城战中，这里几乎全部被毁坏。后来这里依次被哈布斯堡王朝和本都会拿来作为教育机构和修道院使用，一直到二战后的1973年，希尔顿酒店开始在这里建造，并把旁边原来的圣尼古拉教堂的塔楼合并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在1976年开业。他们的餐厅也是建立在原圣尼古拉教堂里面。而在教堂塔楼墙面上的马加什国王雕像是在1930年的时候才安装上去的。这也使得这座希尔顿酒店成为匈牙利最特别的一家酒店。在希尔顿酒店斜对面的一片花坛中，矗立着被认为是匈牙利救世主的教宗易诺增爵11世。他从1676年到1689年去世，一直担任着罗马主教，同时他也是1684年神圣同盟的发起者。他发起这个神圣同盟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联手当时欧洲的几个大国，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国、威尼斯共和国和俄国沙皇国，共同对抗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知道当年的哈布斯堡的欧根亲王带领着神圣罗马帝国军和匈牙利军队，在1686年成功收复了被土耳其占领150年的匈牙利。
所以为了纪念，在这片曾经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地方，矗立起了教宗易诺增爵11世的雕像。而在易诺增爵11世雕像的后边有一座很不起眼的房子，但它却拥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首先，这座建筑是布达城堡区乃至于是布达佩斯最老的建筑，它的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1260年，后来到了18世纪才由周围的几座哥特式建筑合并而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1686年，匈牙利人重新夺回布达后，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布达佩斯最后的一位总督 Abdi Pasha the Albanian 就是在这座房子前被处决。到了1696年，这座房子被一家名为红刺猬的公司所购买，并且改成了一座酒店，被命名成为红刺猬酒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布达这边唯一的一家酒店，一直经营到1805年。在18世纪60年代，这座房子里面修建了一个舞台，这里便变成了匈牙利的第一家儿童剧院。到了1820年，这个小刺猬的雕像才被放置到了建筑的外面，一直到了1959年，这座建筑才被重新翻修，一直到现在。我们沿着旁边的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两边这些古色古香的房屋都基本建于15到18世纪之间。一路向前，我们就会来到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面前，这里是匈牙利的国家档案馆。但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档案馆旁边的这座门。这座城门叫做维也纳门，它是原来布达城堡的其中一个城门。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这座门是连接通往维也纳公路的城堡出口，所以取名叫做维也纳门。城门最早修建于19世纪，而且只是一个主门加单一侧门的结构，后来在1896年拆除。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双侧门城门是在1936年为了纪念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布达250周年所建立的。同时还有门前的这个拿着使徒十字架奔腾天使的雕像，寓意着基督教赶走异教徒，带领着人们奔向自由。而在维也纳大门前的这个广场，在中世纪的时候，这里叫做星期六大门集市广场，因为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六都会在这里举行集市。住在城堡里的人们可以在这个集市里购买生活用品，而这一习俗欧洲人一直保留至今。我们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经常会看到老城中心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集市摆摊，大家可以在这里购买到当地的传统美食、工艺品。最为游客所知的就是每个欧洲国家都会有的圣诞集市，就是来源于中世纪时候的这种集市习俗。接着我们来到旁边的匈牙利国家档案馆，这里保存着匈牙利过去1000年历史的所有记录。国家档案馆于1756年在当时还是属于匈牙利王国一部分的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发成立，一直到了1784年档案馆才搬到了布达佩斯。很有意思的是，国家档案馆虽然对游客免费开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它只对那些来自与匈牙利签订了数据保护协议国家的游客开放。在国家档案馆旁边有一个独立的钟塔塔楼，这里曾经是玛利亚马达勒纳教堂的所在地。这座教堂没有很明确的建造时间记载，但估计是建于13到15世纪之间。教堂供奉的是其中一位在耶稣身边的女性追随者，玛利亚马达勒纳。熟悉欧洲历史的小伙伴都知道耶稣身边的12门徒，但其实在耶稣身边还有几位女性的追随者，玛利亚马德勒纳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见证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且她在正统福音书里面被提及的次数比耶稣其他门徒还要多，所以以至于有现代学者认为她其实是耶稣的妻子。但无论她的真实身份到底如何，也无法否定她在基督教中的重要地位。
几个世纪以来，玛利亚马德勒纳教堂一直是居住在布达区讲匈牙利语居民的聚集地方，而在旁边的马加什教堂则是为了居住在布达佩斯讲德语的人所准备的教堂，并且这里也是在18世纪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加冕成为匈牙利国王的地方。这位弗朗西斯二世正是矗立在奥地利维也纳霍夫堡宫的那尊雕像上的人物。而我们非常熟悉的茜茜公主的丈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人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正是弗朗西斯二世的亲孙子。教堂在二战的时候被严重损毁，但是并没有完全倒塌。真正让这个教堂完全倒塌的是在二战后1950年的教堂修复计划。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位建筑师 Karman Lux 提出了要对教堂进行修复，但是却被当时的反教会共产主义政权的 Matjaž Lagosi 下令对教堂进行拆除。后来在相关教会团体的努力下，最终才使得钟塔得以保留下来。1986年，在这座钟塔前原来教堂的遗址上，人们用石块按照原教堂的平面图砌起了一片地基。而在这座教堂旁边矗立着这个哥特式的圣殿窗户，主要是想向大家展示当时教堂的大小。而在圣殿窗户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半圆形铜制品，这可不是什么历史物件的复制品，这个其实是一件用铜铸造的国王加冕袍。因为真正的国王加冕袍放在了国家博物馆里，而这件加冕袍是来自于1000多年前的1031年赠送给当时匈牙利第一任国王史蒂芬的礼物。加冕袍上刺有包括耶稣基督、圣母、国王等等共64个人物，但因为加冕袍本身不大，再加上作为圣物保存，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信徒近距离地看清这件加冕袍上的细节，由匈牙利的雕塑家 Rigetibo 在2004年制作了这个放大了1倍的铜制加冕袍，并在2012年放置了在这座马格德纳教堂里面。据说是因为当时的匈牙利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在这里加冕时也穿了这件加冕袍。后来在2017年，这组作品被布达佩斯市政府购买，并且永久性的放置在这里。现在的这个钟塔是一个观光塔，大家可以从37米的高度俯瞰整个布达城堡。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参观的景点不在地面，我将带大家深入布达城堡的地下，来探索一个存在已经超过100万年的地下洞穴迷宫。这个景点如果你事先没有做攻略的话，很难在城堡的范围内找到这个洞穴的入口，但这个景点却被评为了世界地下7大奇观之一，并且也被评为了世界最有趣的50个必游景点。首先，这个洞穴的入口就藏在 Wooley Street 9号的一个普通民房住宅下面，门口挂着一个用匈牙利语写着 Labyrintthus 匈牙利语迷宫的牌子。通过考古研究证明，这个地下洞穴在35万年前就有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而这个洞穴也是由于地下水的冲刷而形成的。在我之前的视频曾经介绍过，早在1241年的时候，当时的国王贝拉4世就已经在这里建造了城堡，所以可以推断在那个时候的居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城堡下面的洞穴了。而早期居民只是将洞穴作为储存食物和水源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在洞穴里面会看到有许多的水井。而在1930年，随着城市的发展，有更多的洞穴被发现，并且伴随着更多的文物，甚至于人类的遗骸被发现，这个地下迷宫才开始慢慢的被人们所认知。在最开始的研究和发掘中，在洞穴的入口处曾经发现了几具女性的骨骼，经过考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土耳其时期，所以人们相信他们是当时土耳其人统治时候的受害者。而这个地下洞穴也被发现曾经作为监狱和行刑室使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被称为吸血鬼的德古拉，曾经就被关在这里。传说德古拉与土耳其人进行秘密交易，被一直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马加什国王发现，所以把他抓起来并关在了地下迷宫的监狱里。
在游玩这个洞穴之前，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以下几点。第一，洞穴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灯的，所以一定要带上手电筒或者使用手机灯光。第二，洞穴虽然看起来纵横交错，但只要跟着箭头指示方向，就肯定可以找到出口。但预先提醒大家，洞穴内有些地方会有2个方向的箭头指示，表示2个方向都可以行得通，所以不必感到慌张。第三，洞穴因为是由于地下水冲刷形成，所以很多地方会有些湿滑，一定要注意。第四，如果你自己去比较担心的话，最好还是在洞内跟着其他人一起走。最后我们沿着 Hadik Andalash 向前面的 Sam Halom Shag Wood 一直往城墙方向走。从城墙边上的楼梯往下就会来到另外一个很多游客不太知道的景点，这里叫做岩石医院。岩石医院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市长 Carlo Di Santi 提议建造的。医院从1939年开始建造，旨在用来准备随时可能爆发的第2次世界大战。医院由大约40名医生、护士和助理组成。当时医院的隧道系统通过手工挖掘连接到之前提到过的皇宫地下迷宫。而医院在2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到了1944年的布达佩斯围城战中，本来设计只能容纳60人的医院，在长达100多天的围城战中，最多的时候接受了超过600多名伤员。因为除了匈牙利的士兵，还有当时和匈牙利结盟的德国士兵。而因为围城，医院在某些时候甚至没有食物和药品，当时的医务人员只能从那些已经战死的士兵身上把已经用过的医疗物资，例如绷带，取回来消毒后重新使用。而那些已经战死的士兵遗体，医院只能等到晚上偷偷地运出医院，并在遗体上做好标记后埋在炸弹坑里，准备在战争结束后通过这些标记来辨认遗体。岩石医院在1956年的匈牙利实验革命中再次被使用，以应对反苏联统治的起义。从那时候起，医院也被用作核战避难所。到了1958年，甚至还升级了医院的设备，以防当时可能发生的化学或者核武器攻击。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打算参观岩石医院的话，最好可以在官网提前购票，因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有可能无法在现场买到票。人工讲解也暂时只提供英文和匈牙利语讲解服务，而英文游览讲解每天只有4个时间段，但如果你是在这4个时间段之外的时间来参观，这里也提供以下6种语言的语音讲解器。关于这部分城堡的公共交通、餐厅和停车信息，我在这里就不再补充，因为你可以在渔夫堡那集视频中找到详细的说明。我会把渔夫堡的那集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和留言。下次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欧洲旅游资讯，所以记得关注我，关注微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